上禮拜我問我女兒我們要去日本，我說寶貝，你會不會覺得我跟你自己去就好了？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我們可以花一點時間在一起啊，然後我們可以去玩我們想玩的東西。然後她就突然回我一句，我真的覺得成熟到爆炸，我嚇到。她說：“媽媽，可是你現在還在餵母奶耶，那弟弟怎麼辦？”我就覺得這個時候她想的是我弟弟需要你，弟弟怎麼辦？對，我就覺得你有哭嗎？我當下沒有，但是我回頭想，我就覺得說，我不要去在意公平，我們要想辦法滿足需求。我們兩個一起在家裡照顧小孩，然後一起工作，因為我们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相處過，然後就會覺得說，我很想要離婚。有這配對，我是劉佩皮爾，歡迎來到我們神隊友系列。不同的家庭結婚有不同的教育，一定會有一些摩擦在教小孩的部分嘛。那更何況不同的國家，我們之前都是訪問爸爸們，這一集比較特別，因為我們第一次訪問媽媽。歡迎來到我們沙白，好朋友沙白。Hello， 大家好，我是沙白。沙白，我們首先恭喜你2寶。哦，對，我今天變成2寶媽了，恭喜，感覺如何？我覺得還不錯。Yeah? 對，一男一女很剛好。你覺得最困難的部分，一開始沒有想象會有的？其實我覺得生第一胎的時候比較困難，因為你什麼都不懂。我也覺得，對，你就會覺得說，對不起，You cannot cuss， don't cuss。对不起，你就会覺得哇，感覺很不一樣，而且你是第一次，然後因為大家，我發現就是有些人會怕吵到你，所以他們不想要說，你剛生完我去找你玩什麼的，或者我去找你聊天，你就會一個人悶在家裡，然後會很不舒服。可是當你生了第二胎，你已經經驗有了嘛，對，然後你也大概懂，就是我喜歡怎麼帶小孩，你也大概知道說我家裡要放什麼，我需要用到什麼樣的東西才會讓我比較順，所以你就會覺得說其實從第一胎到第二胎，我覺得反而難度可能才漲可能20%、30%。可是從沒有小孩到生第一胎，哇靠，哇，那個100分很難，很難。所以其實你們是有計劃想要生第二胎很久了嗎？對，其實我們從想到我們大概是女兒2歲的時候開始想。開始要準備，然後後來其實一直都不順，因為我們第一胎第一次就中了，對，然後第二胎就怎麼事都沒有，然後還流產2次。我想說，到底是哪裡有什麼變化嗎？就是壓力變大嗎？還是帶小孩太累嗎？還是他打電腦可能打到精子都壞掉了之類的？我不知道。不要再打電腦，我說打電腦 ，OK？ 我就會覺得說，到底怎麼會這樣，你知道嗎？所以從他2歲到4歲，我們才成功受孕這樣。你們中間有沒有詢問醫生，還是說？其實我沒有問醫生，因為我的想法很簡單。我如果知道原因，我會很有壓力。那我知道我們的生活模式，其實一開始我們是很輕鬆、很快樂的。我們剛結婚，什麼壓力都沒有。對。然後生了小孩之後，其實你會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樣的變化，就是你會想的東西更多更遠，就是你想的東西很多很多的時候，很容易給自己壓力。你是怎麼找到那個勇氣可以繼續努力做，就是沒有放棄？這個有點白痴，這很厲害。這其實有點白痴，但我告訴我自己說 ，strike one，strike two， three strikes you're out。所以我就說，如果流產3次，那就算了，因為我覺得可能我身體真的不適合。但是呢，我就試3次。我覺得美國的教育其實都是這樣，你失敗了，你再一次站起來。對，像我小時候，我爸媽根本沒有在你還好嗎？你怎麼樣？所以我就想說，好，隨便，反正就是再試就好了。所以也剛好就是第3次就中了。对，你 like OK。然後我想说，我要有第2個女兒了。然後因為你很想要女兒，對不對？對，我知道 Eric 很想要，對，他很想要兒子啊，我就很喜歡女兒，就是你可以把她打扮得很漂亮啊，然後幫她綁頭髮，像 Barbie。結果是男生。沒有，其實我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爸爸他的疾病是會遺傳男生。對，這個是最重要的原因嘛。對，其實不是我不喜歡男生，或是我覺得男生你會害怕或擔心說，對，因為我看我爸很痛苦，我就會擔心說，那萬一我生了這個兒子，他如果跟我爸一樣，我會很捨不得他，我會覺得很對不起他。這也不是說我們可以去改變，這就是基因，他也沒有可以治療、可以抑制的方式。他是100%嗎？還是不一定？不一定，而且我們有去做身體檢查，就是只要爸爸沒有，其實那個幾率會降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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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低。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會怕，而且對，因為還是有那個經歷我造成的，不是你造成的。等一下，你要想，這不是你造成的。对，沒錯。可是就是你知道，是我的基因，而且我選擇生小孩，我會很對不起我的孩子。就是為什麼我為了有小孩，我選擇把他生下來，我會覺得我很自私。但是 Eric 沒有，所以應該是沒有這個問題。Do you want a third one? Are you guys planning on? I am not opposed to it. 那其實我覺得，就像現在，其實我有想過，就是我女兒在6年級的時候，我兒子才1年級。那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差距，因為他們是4歲半，但是呢，如果可以抓到大概3歲或4歲，我會覺得很剛好。所以如果第3胎的話，那就明年就開始哦。對，差不多。但是 Eric 已經不太想要了。所以現在其實那個阻止你沒有要第3胎，不是你自己不想要或者害怕什麼的。因為其實我覺得生第3胎會覺得經濟壓力蠻緊繃的。OK。應該是說到哪裡生小孩都很貴。對。但是可能在美國，你會覺得沒有學費這個壓力。然後我會覺得像我們沒有雙語的壓力，因為美國就是對反正就英文嘛。然後我們在家裡教中文也 OK。但是呢，我會覺得在這邊你就是一定要雙語，然後一定要送去雙語的幼稚園，那其實很貴。但因為像我們的做法就是，我們專門是送他只有中文的，然後在家裡的話就是英文。因為差別是 Megan 的中文不是 Megan 中文好很多，因為生了小孩，但是 Megan 的中文沒有像你那麼標準那麼好。所以因为现在是我大兒子比較會講話，只要他跟媽媽講話，一定會全部都是英文。對。那有時候他不知道那個字，就會用個中文。那像跟你們的話，你是怎麼這樣分配？你們家主要的語言是英文。對。那長輩也都是講英文的，你爸媽也會講英文嘛？對，但我爸媽會專門跟他講中文。可是主要是你們家就是需要英文。媽媽是全英文嘛？一定。對，然後你是可以中文，但是英文也更好。那你們在家裡教英文其實是非常棒的決定，然後送去學校是全中文。但我們比較不一樣，是因為我在家裡也會講中文。所以呢，就變成說我們是看環境講什麼語言。所以我們到了美國是全英文，我們到台灣就全中文。然後以環境。对，以環境去區分，比如說我們跟我爸媽出去，全英文，一定是英文，對。那我們跟 Eric 的爸媽出去，全中文。台語台語也會，台語也會，就是一定要是大家都聽得懂。我會教育我的小孩，就是你到哪個環境，你就看大家講什麼，你就跟着講什麼。那我會覺得說，一定要2個都很流利。OK。那我很認真的學中文，Eric 很認真的學英文。那我們2個都會的情況下，小孩子我們也希望他們2個都會，而且要會的很好，比你長大在那邊努力背單字，在那邊學，對，還要更輕鬆。對。那我小時候我就會想要建立那個 foundation 的，所以有第3胎的壓力，就是來自於我們不希望他們的語言會被忽略，就是我們不想要就是隨便，反正大家都隨便，我們是希望可以很全心全意的陪伴，去培養這些能力，然後好好的教育，好好的對他們付出。但是我覺得孩子越多，你其實注意力會被分散。對，一定會。對，那像我們現在一個女兒，一個兒子 ，OK， 我們現在知道女兒有什麼需求，我們可以去幫她。比如說我們現在可以1打1啊，你如果到了全部都是，比如說1打2、1打3，你怎麼可以好好的去照顧一個？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說，有7個小孩多熱鬧，多棒啊 ！No， 但是呢，就變成說你大女兒或你大兒子要去照顧小的。對，我會覺得那有一點像英文有一個單字叫做 parentification 嘛。我就會覺得說有責任感很好，可是那不是你該有的責任，那是你的童年，然後你拿你的童年去照顧小的，很可憐。只要大的做任何東西，小的一定會學。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家長如果有很多小孩的話呢，都會教大的，就全部就是你不要這樣子，因為你這樣子的話，小會覺得這樣。小的會學。對，但我是覺得這樣子會給大的太多壓力，因為我就是大的，我媽全部都一直教我，我做好的事，他也學我。但是我從小就覺得很不公平always 我被罵，為什麼always 我被打？所以像到我現在就是的確他們到那個年齡，哥哥做什麼，弟弟什麼都做，對，是很可愛。但有時候就會覺得，因為
有時候小的會做某一樣東西，然後大的會學。大的會學的原因是因為大的想要那個 attention， 因為你說啊，弟弟你怎麼會這樣，然後去教他。對，大的就會覺得說，我覺得你沒有注意我，那我也要這樣好了，然後就可能丟東西。那目前照顧的到現在為止，有沒有找到什麼困難？還是？其實我只有覺得在我自己帶2個孩子出去的時候會很困難。比如說像我們上禮拜去高雄，我是一個人帶着2個孩子去高雄。為什麼？为了拍片。那 OK。对。然後我一個人帶着他們2個，我們遇到一個狀況，就是弟弟正要喝奶，然後他又大便了，一邊喝一邊大，對，超爽哦。没有，我要幫他換尿布，然後想說泡好奶了，我要幫他換尿布。姐姐說我要去廁所，那一定是大的要去廁所。那他沒有去廁所的話，他尿褲子會大便。對。那我一定必須先暫停弟弟的，我幫他換好，然後我帶他去大便，然後再回來喝奶。但是我就覺得你要想這個順序很麻煩，我就很不喜歡，就是那你必須等我，我就覺得好可憐哦。所以最困難的時候，其實就是如果是你要帶2個，但只要是老公也在或者女兒在學校這些的話呢，其實都很輕鬆，對不對？因為就1對1，對不對？對，因為通常都是1對1。我如果帶着女兒，我可能是帶她去學校，然後我回來，然後我可能忙弟弟，幫忙，他好了，我丟給 Eric， 然後我再去接蟲蟲回來，然後就會覺得很剛好，因為 Eric 是神隊友，他真的是一個很會幫忙、很會付出，然後很會就是負責任，所以只要他在。沒有問題。我問2種，第一個就是因為我的經驗是這樣子，我跟當初的女朋友在一起，然後變成老婆，吵架的次數沒有那麼多，然後說實話，我們吵架的也現在回頭想沒有那麼嚴重。然後自從生了小孩第1胎的時候，我們吵架比較頻繁跟沉重，對。但是到了第2胎，可能是因為前面那吵架的部分已經有磨合到，對，第2胎的吵架會有不一樣的或者什麼的。那我想問一下，你生了第2胎之後，因為前面第1胎已經有4年嘛，对不對？已經有磨合到嘛。那到了第2個5年，那生了第2個有沒有一些突然間發現原來我們還可以繼續吵架，原來有這種東西？其實還好，對，沒錯啊，其實還好，沒有，因為主要是教育這個方面，我可能比較有想法，然後他就會他就會交給我但是可能工作他比較有想法，那我就聽他的。互補，應該是說第1胎我們的生活模式很不一樣。那時候我是英文老師，然後我工作的時間比較長，但他是在一個科技公司上班，他的上班時間很長，所以沒什麼吵架，因為他都不在。所以I see。但是後來呢，他在家裡就每天對。他就說他要做 YouTube 嘛，那他是他決定要做的。對，反正他就是決定要做 YouTube， 他就離職了。然後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沒有薪水呢，700訂閱你也知道還不能有盈利什麼。那時候我的薪水會 cover 我們的家庭，所以就變成說就是我上班時間很長，那他一個人帶小孩，然後他又一個人在家裡，比如說剪片啊，然後慢慢弄那些 YouTube 的東西，所以也沒有什麼需要磨合，然後我們把 YouTube 訂閱做起來，然後可以用 YouTube 的生活費可以 cover 我們的生活費。那這個時候呢，我們2個一起在家裡照顧小孩，然後一起工作。那這個時候呢，其實我開始討厭他，因為我會覺得說很多就是從一個我們幾乎不見面到每天生活在一起，除了照顧小孩以外，還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要磨合的地方，因為我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相處過，然後就會覺得說我很想要離婚。我那時候一直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我沒有辦法接受就是你很有想法，我們一定要分小孩這方面，我可能比較有想法，那我照顧，交給我，對，然後工作的東西，你如果比較有想法，那我全部都交給你。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在聽 DoDoMan 的 podcast，他們說有团體，就不能有5-5分嘛，一定要有5-1跟4-9，对。那我覺得婚姻也是一樣，其實你是一個團體，那你要怎麼樣可以做長久，就是一邊做主，一邊可以禮讓，對。那他禮讓是在教育方面，因為我會比較有想法，那這個時候我5-1，他4-9，那接下來呢，工作的部分可能我4-9，他5-1，
我就會覺得，這樣分配很剛好。那有什麼事情，當然提出來討論。但是你如果覺得好，算了，我們就用你的方式看看。這個時候就有這個禮讓的動作，會比較好。那 Eric 現在會不會偷偷的可能跟你女兒講，然後爸爸說啊，他要什麼什麼什麼這樣子，會嗎？會嗎？不會哦，那不錯。因為我們在教育小孩，我們其實很早就講好了，我跟 Eric 是一對，對，exactly，小孩也是一對，所以我会讓小孩，就是我會說，姐姐你怎麼跟弟弟都怎麼樣怎麼樣，那我跟爸爸好了，對，那就用一個方式讓他們知道是有這個區分，而且姐姐會比較容易去同理他，因為他是我弟。对，你還有沒有什麼方法是可以讓小孩子是覺得是一對，或者要讓他們公平的？其實我覺得說到公平這個字，這是非常美式的一個想法。對，我要做到公平，我是從小我們蛋糕切一半，我媽會說為了公平，誰切另外一個人要選哪一邊。哇，這樣子呢，你切一半，我去選，你就會切得很剛好，不會說我那邊多一點的。我覺得這樣好累很累，真的很累，很累。所以呢，我的想法是，我不在乎公平，但是我要做到的是滿足你的需求。比如說像我上禮拜，我問我女兒，我說寶貝，因為我們7月要去參加婚禮，我們要去日本。我說寶貝，你會不會覺得我跟你自己去就好了，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我們可以花一點時間在一起啊，然後我們可以去玩我們想玩的東西。然後他就突然回我一句，我真的覺得成熟到爆炸，我嚇到。他說媽媽，可是你現在還在餵母奶耶，那弟弟怎麼辦？我就覺得這個時候其實我的想法是讓他公平，就是他有一點跟媽媽單獨的時間，他想的是我弟弟需要你，弟弟怎麼办？对，我就覺得你有哭嗎？我當下沒有，但是我回頭想，我就覺得說我不要去在意公平，我們要想辦法滿足需求，然後再來讓他知道說我現在要滿足弟弟的需求，我再來陪你，然後或者是弟弟我现在要跟姐姐畫畫，你等我們在一起做什麼事情。其實我的公平不是說一定要在比如說我跟你花10分鐘，我就跟他花10分鐘，而是你現在需要去公園跑一跑，釋放一下你的壓力，我去陪你。弟弟現在需要媽媽餵奶，我陪他。那在你要給禮物的時候呢，就真的要給禮物的時候，其實我會覺得說，我們不要太常給禮物，因為我發現說，我可能在小時候，我們聖誕節有禮物好開心，對，然後不懂得珍惜，所以是偶爾一個東西滿足你的需求。那生日這種東西，我們是決定不買禮物，但是我們會帶他們去體驗什麼東西。所以像是我女兒，她很喜歡做指甲，那在她生日的時候，我帶她去做指甲。我是不做指甲的人，你看我是不做指甲的人，但是呢，她喜歡，我就帶她去做。那我希望弟弟以後可能他覺得說，他生日他也想要做指甲，对的，也可以隨便他。但是如果他說我生日我想去玩，比如說 water park，好，那我帶你去 water park，然後是只有你。或是看你要帶姐姐，那你就選擇帶姐姐。我們其實在更小的時候一樣，我們是全部就是如果他們2個都需要東西的話呢，我們都會以大的為主。對，現在的話呢，是怎麼樣？是看得出來小的開始也不是羨慕，但是會開始有想要我們的注意，所以有時候會故意叫或者故意哭這樣子。我們現在目前的做法就是會先看看說為什麼他這樣子做。是我最近沒有陪他，還是最近他需要什麼東西？他餓，他需要睡覺，先最基本的，然後再來就是感情 emotional 上了。OK， 好，今天小的做的任何東西，大的一直模仿，而且是不好的，是不是因為他最近一直上課上太多，跟我們的時間太少？因為我們發現，只要是周末，只有我們一家4口，只要是我們一起的話呢，他很乖，非常非常乖。但可能有時候上學禮拜2 5點鐘下課，哇，整天從9點到5點給一個3歲多的小孩真的太久了。對，即便他在學校其實全部都是玩，他回來他還是會想念爸爸跟媽媽這樣。所以一看到他可能不聽話，他其實並沒有不聽話，是我們父母
給他們，你要聽我的話。但我們對嗎？父母也不一定是對的，不一定。但我只能用這個詞。他在不聽話的時候，我們就會 take a step back 說 ，OK， 這個跟我做錯什麼東西是無關的。先看看到底最近發生什麼事，他是需要我們的什麼東西，他應該在告訴我們一個東西，只是他不知道要怎麼形容說，我最近很少看到你們，我很想要跟你們一起玩，我很想要你抱我這樣子。我們歡迎我們的神隊友 Eric。其實我才是神隊友，是不是？对，你是啊。对，我們接下來這一段落呢，就是玩遊戲，快問快答。到時候我會問問題，然後呢，我們當然目標就是想要得到同樣的答案。意見分歧就之後等下自己解決，是不是？對。So you ready？準備好了哈。來，第一個脾氣比較差的，想好了。來，3、2、1，哇，你那麼快哦，那麼快就講，哇，你還敢這樣講？我看他舉了，他舉了就代表安全，神隊友。安全。吵架的時候誰先低頭？最好是啦。你們直接快。我啊，当然是我啊。沒有，我都會說，寶貝，你不要這樣子啦。通常女生道歉結束了，男生道歉是可能還要再一點時間。Like 2 hours later, she like OK。沒有，我覺得我錯的時候我可以承認，但是我沒有錯的時候，我會有一個立場可以站住。但是有立場站住的時候，這真的是非常的 subjective，you know？ 哦 ，OK， 說的有道理。你真帥，感覺好像你們剛剛一個人都沒有低頭。好，你沒事，所以剛剛應該是2個都不要舉，沒事，下一個。所以你看，我們很互補，他舉我，我舉他，對，很棒。對啊，我們都沒有低頭。不是剛 OK 好，常說自己很累，3、2、1，去。不是，等一下，我是说常直接說自己很累，而不是常自己感覺很累。我們都會說，我們都會說。但累的東西不一樣。我累的是帶小孩，他累的是工作。我覺得有累的時候還是可以表達一下，不一定是說我工作很累，就是因為你沒有幫忙，不是，是因為我現在有點累了，表達出來就可以。對，釋放壓力，對。我剛剛想要問一個，但我不想要讓你們吵架，然後你說啊。好，來，你說啊。比較，你說。來，比較會哄小孩睡覺。來，3、2、1 ，Without doubt。爸爸，你是故意的，對不對？你是故意不想。No， 真的就是小孩的問題。就是我已經覺得，不管我做了什麼，他們永遠會愛媽媽，對不對 ？Yes，就是因為媽媽，為什麼媽媽做了，爸爸也不行？反正重點是你們剛剛有共識，對，這個是好的。誰比較容易心軟？對小孩的，來，對小孩心軟，对小孩心軟，來。所以你是比較嚴格嗎？我是。She's very firm on her boundaries。她嚴格，因為我覺得女兒已經聰明到爸爸就是一個可以被她欺負跟很好使用的工具了。你知道嗎？爸爸怎麼樣？爸爸怎麼樣就是 OK。你想要什麼？爸爸的因為平常他已經愛媽媽，我自己覺得他已經比較愛媽媽，所以我會想說好，你要什麼，我們都可以好好的討論。但是他呢，他就是有很強硬的一個態度立場，就是今天黑跟白是什麼就是什麼。我是黑臉，對。然後我說的就是什麼。可是我們沒有說你一定就是黑臉。我有時候覺得他做錯事情還是要糾正嘛，不是說只有媽媽可以糾正。因為我覺得可以當下馬上 address the issues 比較重要。好，誰比較愛哭？愛哭？我傳那種女兒爸爸的名給你的時候，你一定哭，對不對？有時候會。我今天早上傳那個，你有哭嗎？我有哭。我哭了 ，Oh my gosh！ 我那個 ，Oh my gosh！ 那個音樂有配對的話就應該 OK。OK， 愛哭的部分，我覺得我也蠻愛哭的。他從一開始他不太愛哭，但是我覺得他慢慢的，有辦法釋放他的壓力，慢慢的有辦法就是表達我現在不開心。好，最後一個，誰先說我愛你？3、2、1。我先說我喜歡他，然後他等了2個禮拜。2個禮拜，我是不知道他怎麼算的。反正他等了2個禮拜，然後他就說：“我也喜歡你。”但是他是慢慢的想，喜不喜歡我，可不可以接受我這個人？我覺得當時太快了，一切的一切。因為我們10月認識啊，然後我12月跟他說我喜歡他，2個月，你覺得會快嗎？沒有，我們很少見面，第2天就講，很少見面，一般見一次就是我好像認識你，但是我好像沒有到很熟。我覺得台灣的文化是不是喜歡
是比較慢，然後一旦到我喜歡就愛，但美國人是喜歡超快，但你要到愛哇很久。我覺得你真的是很久。我覺得這個分析的很好。所以你一旦好吧，那我喜歡你，那我愛你好了。然後他就我後浪，我只是喜歡，我只是喜歡太遠。对，我覺得這個分析的很好。我們還有來到這個段落 ，Eric 也可以一起，那就是網友問的問題。那我在 IG 上有問你們，那你們有想要問沙白跟 Eric 的問題，因為那個照片是有你們兩個人。两個人會不會想要去更多地方旅遊？會，等小孩子大一點，等我們還習慣帶一個嬰兒出門的那種感覺，因為我覺得。帶嬰兒出門不是問題，但是我們兒子好重，他真的很大只他好重，很大，真的很棒，很棒。他6個月就11公斤。我女兒我抱她3歲，我還覺得 OK， 我可以繼續抱。兒子現在6個月，我覺得 Oh my God。沒有，其實我覺得，因為我們很年輕就成立家庭，第一胎的那個環節沒有太多出去玩，我們只有度蜜月，然後第1年有出去玩。你們真的很少出国旅遊对，然後。我們生了女兒之後，我們帶她去日本。美國算是出國嗎？不是，美國不是出国。對我來說算出國。所以我每次去美國，我都沒有覺得出國，然後我每次回台灣也沒有覺得是出國。就是加跟加，就兩個不同的家，那只要是那2個以外，這個才算出國。彼此講過最感動的話是什麼？其實我沒有印象，就是最感動的話，但是我覺得 Eric 一直在跟我表達的，就是他可以接受我的情緒。我覺得應該是他給我的信任感，就是比如說在很多生活層面，就比如說在工作、在財務方面，或是在一起帶小孩，就是他會先聽跟了解我在做什麼，然後我覺得可以有一個願意先站在你那邊為你想、幫你想的另一半，就是那種信任感是很難找得到，所以沒有一個感動的一句話哈。就是要找到那一句話就很難，對不對 ？I need like 2 months, OK？ 对。我們接下來這段落就是在神隊友是最後一個 part， 就是上一個來賓要問下一個來賓的問題。哦。我給下一個來賓的問題就是：你怎麼樣面對自己的失敗？要怎麼樣面對自己的失敗？其實我覺得，就像我們前面講的一樣，就是再次的講，站起來。你不要管，好，我失敗了，就代表說我還有進步的空間，然後我可以再繼續加油，我可以再一次的嘗試。那失敗了又怎麼樣啊？你身體沒有受傷，你還活着，你就還有機會的，可以再繼續加油，這樣。Nice， 沒有錯。All right，那你們有沒有什麼東西想要跟觀眾？好，那我們的頻道每一個禮拜5晚上8點都會更新，有時候是9點哈，不要太在意時間哈。如果是9點的話，因為你知道的，我們有2個小孩，慢慢來哈。那也可以追蹤我們的 IG， 我們常常在分享一些我們育兒觀念啊，還有一些我們在家裡的一些小互動。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追蹤我們。非常感謝沙白，非常感謝 Eric， 你是我們第一個媽媽在神隊友。謝謝，恭喜你，恭喜你，謝謝，有這個榮幸，我真的很開心。對，然後你們還想要看誰？你現在留言告訴我們。Right， 你最棒。